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蝶。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 Q&A。之前1月份的时候，在微博上跟大家征集了一下问题，一直没有找到时间拍视频，一直也没有找到时间录播客，问题真的很多，打算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就是看第一期的反响怎么样。如果就是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多拍几期，多聊几次。好，那就欢迎我们的嘉宾小陈出场。大家好，我是小陈。不自我介绍一下吗？我是小陈。然后呢？然后是小蝶的男朋友。对，好，第一个问题，情侣之间的花销问题，平时开支是怎么分配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一开始跟小蝶就有过争论。一开始我想要跟小陈 AA。是的。首先我是赞同说情侣之间那个经济上还是要有一定，就大家都要付出一部分。如果只是一个人付出的话，肯定是难以持续的。它可能不一定是经济上的难以持续，但可能是就心理层面你会产生一种不平衡感。首先我觉得大家都要承担一部分，这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大家比如说每次吃完饭或者每次做完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大家就开始算钱。我很讨厌算钱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会让大家变得很生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可能有些人并不觉得。我希望追求的是一种就相对比较动态的那种平衡。就比如说今天你吃饭你花钱，明天吃饭他来掏钱，或者说什么租金是你掏钱，然后其他的生活上的支出是另一个人掏钱，大体上大家有一种平等的感觉，基本上大差不差就行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现在是工作的嘛，那小蝶现在毕竟还没有正式的工作，收入上肯定是我会多一些，所以目前的话肯定也是我会支出的更多一些，但肯定不是单方面的去付出这样。其实一开始呢，我是比较倔的，我是希望 AA，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能力有点跟不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小陈已经上班了，我还在学校，收入上会有差距，消费水平本来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后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这边我出一点，那边他出一点，就好像都没有在金钱上产生什么很大的问题，对吧？对，其实我倒是蛮好奇，为什么一开始你会想要 AA？ 对，而且是非常坚决的说一定要定一个怎么样的规则去执行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我当时的想法。我当时就觉得只有 AA 我才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好像说我不满足这个 AA 的条件，我就不独立自主啊，我就不是一个我就会依赖人家或者是怎么样，反而是我自己给自己在心里设限了。现在反而更轻松了，就是我不去满足这个标准，我也不会有什么想法。现在是怎么样改变了你呢？我现在之所以可能没有心理负担的是，我在其他的方面找到了就是能够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的。对，你找到了其他的锚点，并不一定依赖这个钱的问题，可能也是熟悉了之后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熟悉了这段关系，你其实处得更自洽了。对。好，第二个问题，同居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可能大家在同居之前，要么是跟室友一起住，要不就是一个人住，要么就是跟家人一起住。在这一个空间当中，原本只有你自己的东西，现在还要有另外一个人的很多很多东西，你要怎么去对待他在这个空间当中留下的物品，留下的生活痕迹？可以举一个例子，一开始我们搬家的时候，小陈有很多在我看来可能不那么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建议他你要不要处理掉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就这种矛盾吧，就是我们对待同一件物品同一个事情产生了意见，因为这个空间属于我们两个人，我们要商量着怎么样去摆放它，怎么样去处理它，不能把你独居的时候的一些规则完整的挪用到同居的生活当中，大家都各自退让一点，然后达成和解。我之前建议他的那些东西现在仍然摆在家里，但是可能他摆放的位置摆放的方式有了一些变化，让我更好的接受了。我的话，我觉得首先是有2点吧。一点是，虽然你们共处于同一个空间下，虽然你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界限感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始终要记得对方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方有非常多的习惯需要你去尊重他的很多选择，他的个人习惯，包括他的所有物都是需要你去尊重的。绝对不是说他爱你他就必须完全的服从你的安排，完全的
割让他的界限，这个是不可以的，我觉得不利于你们长久的相处在一起。第二点呢，我觉得同居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要分清楚，就是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同居，那么之前很多人可能是独生子女，那大家之前其实是处在一个完全就是个人空间完全被自己支配的情况下，同居之后其实你一定会遇到问题，就因为他跟你之前的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你得接受，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空间了。就大家要区分清楚，有些事情其实只是因为你不习惯，而不是你接受不了，只是因为他跟你过去独居的习惯太不一样了，但其实你是能接受的。而有些事情可能就是你们真正原则上两个人有冲突的地方。对于前一种，如果你意识到它是属于前一种情况，你得如果你觉得对方值得你这样做的话，你确实应该努力的去适应，努力的去割让一部分自己对这个空间的掌控权。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不应该为了任何人去放弃自己的原则，大家要分清楚这两点。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我需要退出这次谈话。算了，你总结的很好，我都赞同。你前面讲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你觉得有什么同居给你带来的快乐，或者说同居这件事情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瞬间？比如说最近我实习下班到家都会比小陈晚，所以基本上我周中每天回到家，一开门小陈就会站起来跑到门口去拥抱我。对，就是回家的时候不再面对冷清啊，是有一个人去迎接你。对，这种感觉确实很好。对，为什么他也觉得很好呢？就是因为在我实习之前，我基本上每天在家，他下班的时候我就会在家，然后家里的灯是亮着的，只是我可能没有站起来跑到门口去迎接他。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好。对，这个其实如果说大家有过那种加班到比较晚然后回家的经历，会特别有感触。那个时候如果是独居的话会挺难过的，同居的话还是蛮有安全感的，然后一起做饭的时候也挺开心，一起做家务的时候也挺开心的，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的时候也挺开心的，就开心的点还是挺多的。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一睁眼就能看到他出现在你旁边，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对，我也觉得。第三个问题，过去的经历要不要和对方讲？我的对象他跟我讲了他过去的事情，我可以对他更了解，知道对方的一些过去的事情，会有一种安全感。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改变，就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他现在跟我相处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变和不变，然后来判断他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假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有一些自己觉得比较羞耻的，比较自己觉得有点污点的事情，你觉得应该？那我觉得这就要看对方能不能给到他充分的安全感。如果说我觉得很信任一个人，我是这样的，就是很信任一个人，我就会都愿意跟他讲的。其实可能也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单纯只是说这件事情他不愿意再提起，也可以理解，不想说就算了。可以至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是可以理解他不愿意去揭开伤疤的。那站在他扮演的角度，我觉得另说。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仅仅是希望隐瞒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以维持现状的和平，对，让误导他的伴侣，这个可能就不是很推荐。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坦诚啊，我觉得在我这边真诚是基本的原则。如果说你有一件事情你不告诉我，我们现在相处的非常好，当我知道那件事情之后，我发现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和我现在认识的你不一样，我会感到冲击。我刚刚想清楚，就是过去的事情其实要不要跟对方讲取决于你，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不跟对方讲，你要意识到这件事情他可能会面临对方非常生气的一个风险，因为你是隐瞒了他一些他可能本该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选择隐瞒这件事情对于当下不管是你自己的感受还是你们的感情的维持，你觉得是更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选择这样做。我的想法是要坦诚，要真诚。如果瞒着一些对方很在意的事情，总有一天被知道了之后会很麻烦。我是那种有事儿讲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办的人，我会觉得更轻松一点。如果有东西藏在心里，真的很累啊，你自己也很累，你总是提心吊胆，被他知道了怎么办？你总是觉得瞒一天是一天，到时候最后知道了，好累啊，你说呢？我的观点其实跟你没有冲突啊。成年人嘛，就大家做事情承担好后果就好了，想清楚后果。对，就是你对你的行为负责就好了。对，我只是在说这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还是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包括每个人的感情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嘛。我也并不提倡说大家一定要讲或者不讲，遵照一个对。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看法。下一个问题，平时聊的话题。其实刚刚我们在说的这些话题，就是我们平时聊天的话题。对，我们平时也会聊这些话题，因为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把它拎出来聊，讨论清楚了之后，就按照我们讨论的结果去继续相处，这样子。这是一类嘛？但其实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利益相关，就仅仅大家聊一聊。对，并不是说我今天跟你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想隐瞒什么，或者说我不想隐瞒什么，仅仅只是因为你觉得这样是更符合你直觉判断，或者你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很多讨论其实是这样，并不是实际上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常常也会聊电影嘛，你那么喜欢电影。是啊，我觉得我们建立感情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看电影。对，一起看了挺多电影，我觉得是很好，就是它树立起了一种共同记忆，对，专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对，你大部分电影是不会，你连自己都不会重新看一遍，你更别说是跟别人。对，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共同记忆。对，就是一起去看同一部电影，一起讨论电影，在电影播放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两个就同时处在那个电影当中，感觉还挺浪漫的。讨论电影的剧情，其一还会延展出来聊一些我们对于那种事情的看法吧，就是电影里讲的事情的看法。平时也会聊一些社会热点，就像之前某些敏感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说一定要跟自己的伴侣聊一下这种社会话题，看一下他的立场，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常常也会聊，但是都聊得还蛮融洽的。我们这样尝试着去聊之后，发现是对对方越来越信任的。就是你不会讲出那种我觉得天哪，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那种观点。对，就是在聊这种话题的过程当中，发现还是挺 match 的。情侣之间聊天真的很重要。对，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可以从聊天中知道对方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跟你是否保持一致。另一个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方得是一个能接受不同观点的，就是在非原则问题上，大家就算你们达不成一致，但是你们能接受这种观点的存在。如果说做不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很难相处，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恋人。可能我们都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人吧。对，最近的话其实还会聊工作相关的。对，我不是实习了嘛，我进了互联网实习，他也是一个打工人，所以我们会聊一些互联网相关的，朋友之间的事儿也会聊吧。这个经常会聊，就是分享自己身边的朋友的一些事情。其实杂七杂八的问题很多，你看从电影引申出去的音乐，其实而且文章、历史事件，说白了，情侣之间很多聊天它不是那种有意义的聊天，就是并没有什么信息量，但就是说情侣之间可能各种开玩笑啊，互相调戏啊，这种对也会有的。它能给人很多快乐，但是它可能就没有什么信息量，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话题。对，我觉得你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什么新的消息都要聊一波，而且你会深入的去挖掘一个东西。比如说昨天看的那部电影《柏林苍穹下》，好看的，推荐给大家。就是里面你看到那个歌手最后出镜的那个歌手，你就去找他的歌出来听，还把 MV 翻出来，还了解那两歌手的故事。那是我本来就认识的，然后我安利给你。好，对，互相安利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觉得你其实面对新鲜事物还是一开始会有一些抗拒。我以前更不能接受，现在已经很好接受了。你要知足。那你能面对观众承诺一下是吧？你以后能不能更加开放的？当然没问题，这都是一点一点的来，对吧？给点时间。好，大家帮我做这。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节日会送什么礼物呀？我知道要聊什么了，就是你送礼物的那个思考的过程。你想到要给对方挑礼物了，你会考虑到哪些因素，哪些点？我就是要送一个你之前很大概率没有收到过的，我不希望到时候送到你那边啊，又一个什么，之前那个谁都已经送过了，这就很讨厌，好吧？啊，你就喜欢追求这种独一无二的，比如说也没有送过口红这种彩妆，你知道我也不化妆，也这种彩妆也都不送了，对吧？是啊。我的话我会考虑，如果我给你送，你能多画好，我倒是也愿意的。不会的，我的话我会考虑，然后送礼物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比如说是纪念日啊，还是生日啊？如果是对方的生日，我会送可能个人更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他最近提到他很想要的什么什么，很想要的什么什么，再结合一下自己的经济情况。我生日快到了，我想想我最近很想要什么。就是不经意之间说出来的想要什么，我就会去考虑。如果直接说出来了，我想要这个，不行。然后就考虑的是那个时间点嘛。如果说是纪念日的话，可能会送一些就是那种 couple 的，比如说围巾，两个人都有的围巾，或者是外套、鞋子这种情侣之间有的那种搭配的东西。生日的话就送他自己用的东西。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价格还是蛮重要的一个点。可能在某一些特别的节日会送出超过自己经济能力一点的东西，然后平时的话小礼物会送我自己比较轻松能 cover 到的东西。对我来说，就2个节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像情人节或七夕之类的节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它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在过的节日，它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我有时候在那个时候还是会给你送东西，确实，但是生日和纪念日很重要的。一个是我记得我之前翻过聊天记录，你跟我说过这段话。我生日呢，就是我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纪念日呢，就是我被带到了你身边。对，原话我都背下来了。你要说什么？你接着。忘。我很看重它的实用性，我不太喜欢送那种摆件，就是摆在家里那种，可能我还是不太懂情调这种东西，所以就是一般会送什么围巾啊之类的，或者是饰品我会送的。饰品，因为大家也能看到什么，对吧？耳钉、项链，这个就是小蝶送的。对，戒指，今天没有带我送的戒指儿，带了，就是我会送他经常戴的。你如果说我的男朋友他不是很喜欢戴这种饰品，我送给他也是，就相当于是无用的嘛。对他来说，戒指之类的饰品都是很实用的，所以我就会送。如果说我哪天送你一个很贵的东西，你会有压力吗？当然啊，非常有压力啊！我真的是那种收礼物收到很贵重的，我会深吸一口气的那种人。没事，我不会送你很贵。谢谢您啦。好，下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关键是看你们两个人。两个人？对，两个人协调好就行。这本身没有什么，就这个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2022年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对，我也觉得性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了吧，大家感觉接受度都还挺高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个人选择，还是推荐至少你进行这个行为的时候，首先你要有一些健康的生理卫生的知识，基本的，对，非常重要。对，做好就是安全措施。对，其次还是要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面临的风险。对，这个很重要。你要了解这个行为它是什么，它可能带来什么风险，你需要做什么去保护你自己，保护对方。如何看待性行为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说就是做出一个100%个人的决定。我们的想法一定是受到了很多外在的限制，比如说这个社会如何看待性行为，你的父母如何看待性行为，你的父母对你的性观念的教育，你在学校接受到的性方面的教育，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判断。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搜索一些信息，形成自己的一个想法。
说了这么多，还是想说，如果说屏幕前有那种有朋友觉得，婚前性行为就是无法接受的，其实也不用觉得自己很奇怪，或者说很古板，就你怎么想都是对的，要坚定自己的想法，也不要轻易的为任何人去动摇自己的坚持的想法。可能你对于性行为的想法，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你的行为，它有可能是保持一致的，有可能是不同步的，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切都是慢慢来，慢慢学习，慢慢成长的。然后接受你的想法，接受你自己的感受。对，接受，说的真好，接受你的想法，接受你自己的感受，还有就是接受一些变化。好，下一个问题，如何和爸妈说同居问题？虽然说我家里对此非常开放，但是我非常理解有很多人的家长对此是担心的，特别是女孩子的家长。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可能是要先让爸妈了解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人。对。我自己假想一下，假设我有一个女儿，然后她说要跟对象同居，其实就算我现在没有女儿，我也会本能的有一个敌意在。因为她是一个现在她的对象在我这边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如果说我不是对自己的女儿的判断力非常的自信，我是会下意识的把她的对象当成是一个坏人。而且基于对女儿的担心，我可能会设想非常多的不好的标签贴在男方身上，所以这就很容易造成我对同居这件事情非常抗拒。假如说经过了足够的了解，他从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回归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其实敌意就会消除很多。包括再加上如果说之前我的很多猜想都能够有力的被反驳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同居这件事情上，大家就会更加容易达成一致。有道理。你设想了一个父母的状态嘛，其实就是担心嘛。这个担心就是来源于信息量太少，我不够了解他们同居的一个现状的情况，可能的情况，所以会担心。我讲了，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解决方法了。在子女这个角度，要如何去让自己的父母不担心？像他说的，把你的对象情况尽可能的介绍给你的父母，让他们了解他，让他们知道你们两个的状况在同居的情况下是 OK 的。扩展出去讲的话，这个可能不仅仅是跟父母，包括比如说跟伴侣相处都是一样的，或者说跟任何人相处，对方并不掌握你掌握的所有信息。对，有些在你看来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在他看来可能就是完全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不知道你知道的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关键的是你要告诉对方，对，坦诚的沟通。包括情侣之间，你如果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生气了，就每天在想为什么对方不来哄你，然后因此更加生气，但是其实对方都不知道你生气了。对，对方可能真的不知道对吧？对方可能真的不知道所以真的沟通很重要，而且就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保持耐心的沟通。我觉得小陈这点做得很好，夸奖表扬。这个问题聊完了吗？好，再聊最后一个问题吧。怎么面对热恋期之后热情逐渐消退？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现在的阶段一定是大家普遍认为的过了热恋期之后的阶段 right？ 一般热恋期不3个月吗？3个月早就过了。那过去很久了。对，我觉得就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新鲜内容的输入吧，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找一些可以一起做的事情。那我和小陈就是普遍的日常的一起看电影，每次一起看电影，看到好看的电影，我们两个都是感动的不行的。就是在这种同时做一件事情，同时度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很好的感受对方。一起出去旅游啊，一起换一个地方生活几天呀，这种我觉得真的可以调节，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刚刚其实你就怎么样保持新鲜感上已经聊了很多，就不再多说了。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大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一段恋情它不会一直维持你一开始的模样，持续的让它
保持一个新鲜感当然很重要，但是大家也要知道热恋期不会永远持续，这不是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努力去接受这段关系的变化，努力去接受你们生活中非常多原来很有新鲜感的事情渐渐的被淡化那种感觉。对，它渐渐的不再让你那么的感觉到有激情。但是还是要想清楚大家是因为什么在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常抽离出来去感受这个过程给你带来的幸福，而不是只记得你们对沉溺在那个惯性当中，沉溺在那个习惯当中，就不再能感知到他的快乐。对，就是不要一直盯着我们不在热恋期了，热情消退了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你们之间在一起的原因还在的，一直都在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是动态变化的，就是不断调整的。我觉得去调整的这个过程也是一种新鲜的事情啊，就是很难一直维持在一个模式下面，但是你们在不断的调整也可以相处得更好啊！天哪，这个问题回答的我好感动。好，哪部分让你很感动？就你说那个对，就是要想想最初为什么跟一个人在一起，真好。好了，我们今天回答了好多好多问题，我们两个讲到快缺氧了，然后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然后我们就要去吃晚饭。好，那就你准备吃晚饭，我要去做饭了。所以这次的 Q&A 就回答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一键3连，或者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刚才聊的那些话题。其实大家问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回答，如果大家喜欢看之类的内容的话，之后有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继续拍。对，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对，还有什么要问的也可以继续问我们。以上的观点是我们两个人根据有限的经验做出的讨论，也不是一个标准或者准则，大家听听就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哇，你好棒啊！你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一来一回，你还可以帮我引申一些话题去讨论。我替大家跟你说，你要不要成为常驻嘉宾呀？这个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